我觉得币圈投资最重要的一点，这点也应该是你必须要做的，但你可能忽略了它。这个点就是建立系统性的币圈入门认知。Hello， 大家好，我是 KK， 我从事币圈投资已经5年了。今天我会帮助你系统的建立币圈入门认知框架。这次的主题会分为币圈发展史、炒币的基础认知和常用工具这3个部分来进行讲解。视频很长，内容很干，建议你先收藏视频，并且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呢，你就不会错过加密货币、交易策略、投资赚钱相关的知识了。OK， 让我们 Let's go。关于币圈入门所需要了解的基础知识呢，今天我会分为3个部分来进行讲解。第一个部分是币圈的发展史，通过历史的讲解，我们能够了解到币圈是从哪里起源的。那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有这么多币圈发生的金融的风险事件，我们能够从这些风险事件当中学习到什么，以及通过这些历史，我们能够对币圈的未来做出一些展望。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一些基础认知，包括一些概念，包括技术层面的、加密货币本身层面的，以及币圈的业态，还有币圈的各种产品啊。从这些角度呢，给大家去整体介绍一下币圈，搭建一个币圈入门的一个认知框架啊。第3块呢，就是一些炒币用到的常用工具啊，比方说一些交易所软件啊、社群的一些交流方式，以及加密货币常用的一些资讯平台、数据统计平台，这些呢都会在这个视频里面给大家介绍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币圈的发展史来开始讲。按时间线上来说，币圈起源于2008年，当时呢由一位技术极客啊，叫做中本聪，他发行了比特币的白皮书，并且呢引入了区块链的技术。那比特币呢就在这个事件里面开始诞生的。那这个事件下，刚刚有提到一个是区块链技术的引入，第二个就是真正的把比特币的发行机制进行了一个建立。那这2个知识点呢，都是我们作为币圈的新手入门来说要掌握的2个点啊。关于区块链的技术这里面一个是原理，一个是区块链的一个分类掌握这些点呢，有助于我们去在后续评价一些项目的基本面，比方说去评价项目的技术方案的创新性第一个是区块链的原理区块链原理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个节点我们可以把节点当作服务器来说一个个的节点，它通过我们建立的一套共识机制去实现链上和链间的协作。协作去干嘛呢？协作去进行一个中心化账本的维护。这个共识机制的作用其实就是为了去筛选出哪一个节点具备去中心化账本维护的资格。因为维护这个去中心化账本，它会获得加密货币的奖励所以的话，这个资格的争夺是通过这套共识机制去筛选出来的。那以工作量证明为例，它的一个具体流程其实就是由系统去出具了一个数学题，这个数学题是非常耗费电脑的算力去最终算出来的。那谁能把这道题解出来，那也就获得了这一次去维护中心化账本的权利只要你的账本这条数据你维护好，那你就能够去获得对应的加密货币的奖励。那后面的像是权益证明委托权益证明、混合共识机制，其实都是同理只不过呢里面运转的机制不一样，但它这些机制最终都是为了去筛选谁具备挖矿的资格而提出的。接着就是区块链的类型，那这里我们按不同的维度一个是按去中心化的程度从强到弱我们是分为了公链、联盟链和私有链。那这里呢，我们作为币圈小白来说，接触到的加密货币主要都是由公链去发行的那公链呢，按字面意思来说就是 public 由大家公共的这些节点一起去维护的这么一个区块链。那像比特币以太坊、Solana 都是由公链上发行的。那像联盟链、私有链这些呢，目前来说更多是应用在企业级层面。比方说这个区块链在大陆这边最开始引入的时候，那很多企业间的组织就通过联盟链来开展了一些实践的应用，比方说蚂蚁链、腾讯链这一类的。那第3个呢就是私有链，这个呢应用就更少了，主要由单个组织内进行使用，他们会内部基于私有链做一些内部的数据管理然后第2个维度划分呢是按技术架构来进行分类的。像最开始我们比特币的区块链它其实是一个单链的结构，那后续呢其实引申出了有侧链还有多链
那像以太坊呢，还有分层链啊 ，Layer 1、Layer 2的这些技术架构呢，今天我们还是不赘述哈，因为比较细节，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下来自己去学习一下。那关于这些知识点的掌握，它将会有助于呢我们对项目本身技术层面的方案进行一些基本面的评价。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讲第二个。那对于我们要掌握的第二个知识点，也就是比特币发行机制的建立，这里我们要掌握2个点，一个是挖矿的原理，刚刚其实我已经简单提过了。第二个呢就是区块的奖励减半机制，这个机制呢其实会对币圈的牛熊周期产生影响。那以比特币为例哈，比特币总共的发行总量其实是在2100万枚的一个总量。那中本聪规定的这一个减半机制指的就是每4年，只要你区块高度达到21万的这个比特币区块被完整挖出以后，那整个链上的比特币的区块奖励就会进行减半的发行。那最终呢，直到2100万枚都发行完，那这个时候就无法增发了。那以2024年，就是去年的这个牛市来说，其实它就是受到了这个比特币减半发行的影响，推动了这一波比特币价格的上升。那直到前2个礼拜啊，比特币是已经突破了12万美元。因为它供应量的减少，那所以投资者的情绪就比较高昂啊，那就进一步助推这个市场情绪就比较汹涌。之后呢，就到了2015年，在这一年呢 V 神基于区块链的基础之上发行了以太坊。当然呢，在这个事件里面，它也引入了一项新技术，叫做智能合约。那什么是智能合约呢？指的也就是可以编程的区块链。那意味着我们在区块链上就可以写代码啊，去开发各种各样的生态应用。那后来呢，也就在这个基础之上产生了各种去中心化应用。那我们叫它 DApps 啊，纷纷进行上线，一直直到2020年。智能合约技术的引入啊成熟，后来还创造出了 DeFi、NFT 啊 DAO 这类的非常火热的生态。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比特币呢，它是奠定了区块链的基础，然后以太坊又进一步的去发展了区块链，所以呢，这2个代币啊，也就是目前币圈的前2大号代币。那由于以太坊的上线，币圈的这个热度就进一步上升了，一直呢直到2017年，在这一年呢，基本上作为普通人来说，对于加密货币是在普通人的这个交往当中已经口口相传了。那这一年呢，就是出现了一个全民 ICO 的一个乱象啊，那并且呢，监管也在这一年针对这个乱象进行了重拳出击。那这一年里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项目方啊去发行自己的空气币。那什么是空气币呢？意味着它基本都没有在真实的区块链上去发行自己的代币，而是只是靠一卷白皮书啊，它就给用户承诺100倍的收益。普通用户层面，因为他对这个币圈啊了解的并不是那么深刻，所以呢，这类用户就很容易被割。包括我听说我朋友的老爸啊，也是50多岁了，也是在那一年里面手机上安装了一个理财软件啊，也是叫什么币我有点忘记了，也是被这个币割了几万块钱啊。那这一场骗局的本质呢，当时的一种基本玩法哈。那作为用户来说，他听信了这个项目方承诺的收益啊，他图他的这个收益，项目方呢就是盯着这个用户口袋里的本金啊。那其实呢，项目方根本就没有正式发行啊，纯靠一张嘴就给用户画饼，里面有一些过分的情况哈。一个是刚刚提到的有份白皮书就出来 ICO 了，第二个就是吸引用户以后，用户进到了他的交易所内啊，然后他呢给用户画 K 线啊，这个 K 线呢还是自己造假数据来画的啊，明天是涨还是跌就全靠他心情自己来操盘了。那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它的这个投资收益啊，基本上在这种传销盘子里面就一整个就是 APP 上的只是一个单纯数字。用户的投资收益呢，今天你收益多少，明天收益多少，项目方他们要改数据啊，就可以进行实现了。所以呢，这场骗局当时引起的这个乱象啊，还是割了不少普通用户。那也就是在这一年开始，全球监管啊就开始发力了。那第一个呢是美国啊，美国 SEC 就开始介入了币圈的监管。那币安呢就在那个时候被纳入了要监管的范围，抓这个赵长鹏都抓了好几年啊。在这之后啊，币安的数据库是被美国的 SEC 进行监管了，所以就目前来说呢，币安的风险性没那么大啊，毕竟是已经被监管的一个所。
那第二个呢，就是中国大陆这边，我们当时也是全面禁止了加密货币的交易和挖矿啊，因为当时我们其实还不具备完全监管的能力，因为没法监管，那就只有一棒子全打死啊，所以也就在2017年的时候啊，出台了这个虚拟货币的禁止交易的一些条例，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了严打币圈啊。那也是在那一个时刻开始啊，全球就开始兴起了加密货币的合规监管的讨论热潮啊。当然，这个热潮呢，在近期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实际的条例进行落地了，包括美国的天才法案啊，然后香港的稳定币条例。接下来呢，就到了2020年啊，基于之前 V 神引入的智能合约的技术啊，其实陆陆续续呢有各种各样的极客就在上面开发应用了。那在这一年，基于智能合约这项技术啊 ，DeFi 啊、NFT 啊这类的生态就大爆啊，并且呢，在这一年很多机构和大 V 就开始进场了。那链上的生态呢，包括像是 DeFi 啊、GameFi、SocialFi， 还有当然最近还有 PayFi。以及像是 NFT 啊、元宇宙这一类的概念，当时就炒得很热。那相应的这个代币的价格啊，也是水涨船高。甚至当时我在微博上还看到这个苍井空苍老师也是持有了一个链上去中心化交易所的代币啊，给他打广告啊，做多。第二个呢，就是当时也有很多知名的机构入场啊，比方说像特斯拉，马斯克呢是在当时就把比特币啊纳入了自己公司的这个资产负债表里面。把它看作是这个资产的一个认知。第二个呢，像是华尔街的摩根大通、高盛啊这些金融机构，也在当时呢开始着手去支持起了普通用户进行加密货币的一个炒币服务啊。第三个呢，就是像 Visa、万事达这一类的国际卡组织，也在那个时候开始宣布去支持使用加密货币，特别是稳定币的支付啊，因为稳定币确实是在跨境支付这个层面有自己的先天优势啊。好，这个是在2020年之后呢，就来到了这个2022年啊。在2022年呢，这一年是发生了多轮的金融危机啊，那也就是这几轮危机彻底把这个币圈打进了寒冬期啊。这里面的几个危机事件我简单罗列了一下，一个是这个 Luna 的崩盘，它是一个算法稳定币啊，那因为它在当时的一个条件下它的这个算法失衡了。那最终呢，就导致它锚定这个算法计算的这个币价也就崩了啊。这是 Luna。第二个呢，就是 FTX 啊，这是一家交易所，并且呢，在当时22年的时候是全球第2大交易所啊，第一是币安，了不得哟。但就是这样的一家交易所，它去挪用了用户的资金啊，去给自己还债啊，或者做额外的投资。这个操作其实在以前的金融危机里面也出现了很多类似的情况啊，比方以前的这个郁金香泡沫啊，也是挪用用户资金啊，所以的话，在这个事件里面 ，FTX 就爆雷了啊，后来它就彻底是破产清算了。第三个呢，就是三箭资本的破产啊，这里也不详细展开了。那这几轮的金融危机呢，打破了普通用户对这个币圈的一些认知啊。那所以币圈呢，也就在这一年里面开始进入熊市啊，比特币呢跌得很凶。好，然后接下来呢，就到了2024年啊，就是去年啊，去年呢，在比特币减半周期开始之前，其实在媒体层面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渲染这个比特币减半周期对牛市带来的一些影响啊，期望着这个牛市会来。那当然呢，结合这个大家的这个情绪面的期待确实是在2024年我们牛回了啊。那比特币呢，也在前阵子冲上了新高12万美金啊。在这一年，我们之前提到的全球的加密合规的监管也开始有了一些进展。就目前来说呢，像第一个是美国它已经有几家持牌的合规交易所是能够支持当地用户进行加密货币的买卖的。同时呢，针对稳定币的发行也出台了一些像是天才法案这类的监管条例。那第二个呢是香港香港这边我们也是在去年允许了几家持牌的交易所进行上线那同时呢，针对稳定币也有自己的稳定币条例这款法案进行落地那第三个呢，就是欧盟这边关于 MiCA 的合规监管这套监管体系呢，也是在今年开始在一步一步逐步的落地推进第四块呢，就是国际的反洗钱组织 FATF
啊，他们这边也已经在这2年去建成了比较成熟的针对加密货币这个行业的一些合规监管要求。那所以呢，在这一年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一个是比特币的这个币价疯涨啊，再来呢是全球合规初具雏形。好，这是2024年啊，就是到目前为止的，我们都还处在这个阶段。好，然后最后的小结啊，就是为什么给大家讲解这一段币圈的演变史啊？那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说呢，是可以在这个历史当中去学习啊，怎么样去对加密货币的项目进行评价，识别到这些币圈里的恶啊，然后呢，我们利用币圈给普通人提供的投资机会进行获利啊。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一个，加密货币其实是来源于技术创新，特别是 Web3 时代的到来啊，就是这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技术创新本身又能够进一步的去推动加密货币的火热，这一点呢，在以太坊的这个例子上是特别明显啊。那当然呢，加密货币本身它是一个双刃剑啊。那因为呢，币圈它提供了24小时不间断的交易市场，而且它也没有涨跌幅限制，并且呢，它的这个金融的创新产品啊特别丰富。那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啊，它受到这个市场的欢迎。其实为我们普通人，它是提供了很多投资玩法啊。也确实是因为币圈，我们能够看到，就身边一夜暴富的普通人啊，真的是变多了啊。那当然呢，不好的点呢，就是在于币圈的钱啊，攒的确实是太多了。那在这个圈子里面呢，你是可以看到人性的贪婪是放大到了极致啊。那比方说呢，针对项目方这个维度而言啊，有项目方搞老鼠仓的去割韭菜啊，那还有一些项目方呢发空气币啊，搞这个庞氏骗局去欺骗普通用户进行投资，骗用户的本金啊。那站在交易所维度啊，有交易所发了财的啊 ，FT 挪用了用户资金，投资以后爆雷的啊。那还有呢，在个体层面啊，有这个黑客去攻击交易所的，还会去攻击普通用户的设备来盗取加密货币的。比方说前2年这个 KuCoin 的盗币，还有像是 Bybit 的盗币啊，都是由这个同一个朝鲜的黑客组织去组织盗币的。至少在 Bybit 那一个事件里面，15亿美金都没追回来。那接着呢，就是个人投资者啊，那很多普通投资者就开了这个100倍杠杆的合约啊，有一夜爆仓的。所以的话，可以看得见啊，我们币圈啊，它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啊。作为普通人来说呢，要正确的看待这个事情。好，那就目前来说呢，我们能够看到哈，主流币的价值呢，其实已经被国际上给认可了。那其实在未来，只有在完全做好监管的情况下，我觉得是能够去面向普通用户，包括大陆的用户啊，去开展加密货币投资的。那至少现在已经在香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片的实践已经开始了。那畅想一下未来啊，那如果想要在大陆去搞加密货币交易的话，那第一个就要发行人民币的稳定币啊。那接着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去成立合规持牌的交易所。那里面呢，能够上线的一些交易对啊，也是基于人民币稳定币展开的。比方说 BTC 杠人民币稳定币，我瞎起一个啊 WCNY 之类的，就是能够支持用户去使用人民币稳定币来去买币啊。那刚刚呢，就是对币圈发展史的一段小结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下第2块啊，关于我们币圈入门要了解到的一些基础认知。这里面呢，我总共是分了4块啊。第一块是技术层面的一些基础认知，它有便于我们去对项目进行一些基本面的评价啊。第2个呢，就是加密货币这个层面的。第3个呢，就是币圈的业态，以及第4个币圈相关的产品啊。掌握币圈的业态啊，我们能够清晰上下游的流程。那了解产品的玩法，我们可以按自己的需要进行使用，因为这里面的金融创新产品确实是很多啊，比我们传统金融支持到的范围要广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啊。首先我们说技术层面，技术层面呢，刚刚其实我在讲币圈的发展史的时候，已经简单介绍了一些点啊。那这里面呢，需要掌握的点我简单列了一下，一个是 Web3 啊。那关于 Web3 是什么呢？之前我单独出了一期视频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补课啊。那接着呢，就是区块链的原理、类型和智能合约，这个刚刚也有提过了。那第3个呢，如果你有想要去投资的项目啊，感兴趣的代币，那这个项目对应的白皮书啊，一定要去官网上下载下来看一下
你自己去亲自的浏览一遍啊，能不能把它的技术逻辑捋明白，它是不是讲清楚的，而不是单纯的割韭菜、空手套白狼啊，这样就 OK。那这个是技术层面的技术认知啊。第二个呢，就是加密货币维度的。那在这个点上呢，之前我也出过一些视频啊，但讲的比较通俗啊，比较只是一个概览啊，这个一口气了解加密货币。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再回顾一下啊。其实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KK 针对加密货币的由来啊，然后它的价值本身以及发展的一些现状都已经交代清楚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细看一下这个加密货币呢，按目前来说我是分了几类啊，一个是主流币，这个主流币呢意味着就是大部分人玩的币啊。那第一个就是比特币啊，比特币呢在我们币圈里面其实是可以看作币圈的一个大盘指数，因为我们这个币圈里面啊，它是没有指数这个概念的，不像这个传统的 A 股里面，我有这个道琼斯指数，有这个纳斯达克指数，那币圈里面目前现在是没有哈，所以比特币呢就可以看作是币圈的大盘指数。那当大盘指数上升，那通常也就意味着一些小币下方的一些小币啊也会跟着涨。那大盘指数下降啊，那也就意味着下方的一些小币啊也会有跌的可能性啊，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那比特币的原理呢也要去掌握，那这是一个。第二个要掌握的就是以太坊啊，以太坊是我们币圈的第二大代币，它的原理的话我也不再赘述了哈，大家可以下来自行去检索一下啊。好，然后第三个的话，其他的一些就像是 Solana 啊，也是最近2年比较火的一个代币啊，还有像是 BNB 啊，币安发行的平台币啊，BNB，这类的主流币还挺多的。那我只列了几个哈，那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在我们的 CoinGecko 上面啊，一会儿我介绍的这个平台去看一下，目前市值排名前20的这些币都有哪一些，可以去看一下。好，然后接下来是这个山寨币啊，山寨币呢，听着这个名字就挺歪啊。那这里面呢，我分了2类啊，一个是这个咪咪币，比较典型的就是之前的狗币啊，还有后面有柴犬币啊、屎币啊之类的。那这些咪咪币呢，它其实是基于一些网络梗去产生的。那像狗币啊，马斯克之前啊带单的第一个币种啊，也是因为马斯克的带单，狗币的这个价格啊一飞冲天啊。现在呢，其实也是主流币之一啊。好，那这是咪咪币啊。第二个就是空气币，空气币刚刚其实有提过啊，就是项目方呢，这个在发行上通常都是以匿名的形式进行发行的，而且呢，基本上可能也没有这个真实的区块链发行啊，就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完全是靠这个炒作和社区的情绪去推动的。比较典型的就是这个鱿鱼币啊。那针对这些空气币啊、土狗币，其实链上是非常多的。那为什么一直还有人玩它呢？其实就玩的是一个它上新的那段时间啊，因为这些币首发上新，它的币价会升得非常的快啊。但只要你手速一慢啊，你就很容易被割。所以的话呢，这类空气币也好，土狗币也好，尽量还是不要碰吧。如果你实在想碰的，那就不要在手里面捏太久啊，可能你一天都不要超过这个时间啊。好，第3块呢就是稳定币。稳定币呢，其实是在币圈里面，为了去购买刚刚提到的这些加密货币哈，它是介于支付货币这样的一个角色存在的啊，它是用于去交换加密货币的这样的一个媒介啊。比方说，我是一个新手啊，我手里只有一些人民币的现金。那这个时候我想购买比特币的话呢，常规来说我们的购买路径是先用人民币的这个现金去买稳定币，比方说 USDT 啊。那买了这个 USDT 以后，再选择时机，在合适的时候，比方说比特币价格回调的时候啊，你就在这个时机自己呢再去现货的交易市场里面去使用你的 U 去购买比特币啊，是这个样子。那关于稳定币呢，之前我也出过一个视频啊，一口气了解稳定币，里面关于稳定币的作用啊，其实都已经解释到位了。那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好，那稳定币呢，在币圈里面有一些比较大的，我还是简单介绍一下。一个是这个 USDT 啊，它是我们币圈的第一大稳定币啊，美元稳定币。
那第二个呢，就是 USDC 这个稳定币呢是由 Circle 这家公司进行发行的，目前呢它是唯一一个通过了欧盟的 MiCA 认可的这么一个稳定币。那意味着呢，假如一个交易所想要在欧盟那片区域去招揽欧洲客户的话，它也允许它发美元稳定币，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只能够发行 USDC 这个稳定币。那除此以外呢，还有像 USDE 这一类的之前川普自己发行的稳定币都是属于稳定币这个里面的范畴那这里面呢有一个点我就提一下，那为什么这个稳定币的尾缀上有的叫 USDT 有的是后面跟个 C 这里的点就在于它的发行方不同比方说这个 USDT 最后这个 T 呢其实就是泰达公司这个它英文名的这个首字母那 USDC 呢因为是 Circle 发行的，所以它后面跟个叫 C 大概是这样。那任何一个持牌的稳定币的发行方，它都是可以去发行自己的稳定币的那基本上呢，关于加密货币的一个要了解的基本概念大概是这个样子。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业态对我们这个币圈，特别是加密货币的这个流转，有一个上下游流程要做到心中有数那首先呢，这些加密货币因为会在区块链的这个基础上进行发行那所以呢，这些项目方我指的是代币的项目方，那通常会在链上进行发币，那所以我们就会把链上的这个买卖币的交易市场称之为是一级市场。这个时候呢，作为普通用户来说你是可以直接跟项目方进行交易的，去他手里买币那因为呢是一级市场，所以它非常适合首发打新。那刚刚也有提到过，就是链上的这个山寨币、空气币特别多，所以呢，作为投资者一定要自己谨慎的去判断甄别这个项目的价值即便要玩也不要在手里拿太久，比较合适的时间区间就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你就可以脱手了好，然后这个是一级市场它风险是比较高的，而且呢也很多这种滥竽充数的项目比较多第二个呢，就是在代币在链上发行以后如果这个代币跑得还不错，那这个时候项目方会想要在交易所内进一步的进行上币，因为通过这个操作它就能够获得更多的流动性，推动这个代币的这个价值进一步的上涨好，那作为普通用户来说呢，我们其实交易加密货币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交易所里基本上都是中心化交易所，也就是我们称之为是二级市场，比方说像是币安、OK XT、Gate、KuCoin 这一类的，其实都是属于二级市场中心化的交易所。那了解了基本的一个业态以后接着呢我们就往下走接下来就是产品相关的玩法，这个呢就很多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使用。那这里呢我的重点会放在讲中心化交易所这个板块那链上呢就会简单提一提那我们先来看这个链上的一些玩法首先呢，链上的产品第一个就是钱包那如果你想体验链上生态，去购买这个链上发行的代币的话，你是可以去开通一个钱包的，用于存放你的加密货币当然现在呢，钱包应用也发展的功能比较多了，你甚至可以在它里面去购买币当然，因为链上的这个交易划转涉及到的这个 gas 费也就是我们说手续费很高，而且根据区块链拥堵的情况而言，它手续费还会变动在拥堵的时候呢，手续费就会特别贵就不太划得来那除此以外呢，基于这个刚刚提到的智能合约的这块的技术基础之上，我们还有链上很多的这种去中心化的应用那比较典型的就是 DEX 去中心化的交易所。那比方说像是 Uniswap、Pancake 这类其实都是链上的去中心化交易所，你也能够在里面买币一样的。那除此以外呢，链上的生态像是 NFT 元宇宙GameFi 很多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这可以结合你自己兴趣需要自己去查阅。好，然后接下来第二块就是我们的中心化交易所。中心化交易所呢，才是我们普通用户进行交易的主要场所。就目前我们交易所里提供的这些产品而言，还是比较多样化的而且里面每一块展开呢都能够讲很多内容。那今天呢，我们是做币圈的入门讲解我们基本上把这个东西是什么讲到位就可以了。那后续呢，关于这些产品的进一步的掌握那这个就放在后面，到时候我再单独开视频来讲。我们从用户手里没有币的这个状态进行开始讲解
那假如你是一个小白用户啊，我手里就根本没有任何加密货币啊，我手里就只有现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中心化交易所里就会使用到这个法币出入金相关的功能哈，它就支持你使用你的现金啊去购买加密货币。好，那这里面呢会涉及到的一些产品啊，比方说像是 C2C 啊，我们也叫做 P2P， 它是一个支持用户在交易所内点对点进行加密货币以及现金交易的这么一个平台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针对海外用户来说呢，它还能够去直接绑定自己的信用卡或者是银行账户，在交易所内啊进行买币啊。那对于国内用户来说呢，我们通常就用 C2C 啊就可以了。那买币的方式，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通常都是先买 U 啊，因为 U 是稳定币，买到 U 以后啊，直到你想要去买其他的加密货币的时候，你再去现货市场里面去进行其他加密货币的购买，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哈。那关于这一块的具体的操作 ，KK 呢之前也出过一个视频啊，但这个视频我放在了这个油管上，频道还是 KK 投研所同名的频道。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自己上去学习一下啊。这个视频呢，我主要交代了比特币可以怎么样去购买啊，那并且使用了这个币安的软件啊，实操演示了 C2C 和现货交易的操作流程啊。如果你是新手啊，对这个交易所的软件还不太熟悉的情况下，那你可以去收看这一个视频。好，然后第二个板块呢，就是理财。在你手里买了一些 U 或者是买了一些其他加密货币以后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用到这一个板块下的产品啊。这里我重点提一下保本赚币啊。那这个产品呢，它其实是支持的你进行放贷赚取利息。那这个产品的逻辑呢，我简单介绍一下哈。那在交易所内是一定会存在用户进行借币炒币的这个需要的。那当用户介入了代币啊，他想要进行做空或者是做多啊，只要他方向做对了，那这个时候他是可以获得他的收益盈利啊，然后进行还款。那如果方向做错了，是很容易爆仓的。那介入资金的用户一旦触发了强平线，那系统呢就会自动把他的仓位进行平仓啊，来进行资金的还款，来保障借出资金人的本金和收益安全。那当然呢，在穿仓的情况下，平台也会启用风险基金来进行欠款的垫付。最终也是保证借出人的资金的本金和收益安全。所以的话，针对这一个产品来说，如果我们手里拿着比较多的 U， 或者是你已经买了一些其他的加密货币，比方说比特币，那你可以把这些代币拿去放贷，因为你在手里放着也是放着，你不如去提供流动性去赚取一些利息。通常是 USDT 比较多，比较受市场欢迎哈。那在浮动利率的这个机制下，当市场出现大行情的时候，那市场里面对应的加密货币稀缺的时候啊，然后 U 比较稀缺，那这个时候呢，它的放贷利率就会上升，那你的收入的这个利息啊，也就比较可观了。那之前呢，我是把我的 U 啊放在这个 OE 里面进行放贷，那放了1年呢，基本上平均的年化啊也有 8.75， 其实这个理财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除了保本赚币这块产品以外，其他的还有一些像是双币赢啊、鲨鱼旗这一类的理财产品。那不同的交易所呢，它甚至还有自己特色的理财产品，这个呢就是具体情况来看了啊，那我就不展开了。理财这里面呢，我自己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保本赚币啊。好，然后接下来下一个板块啊，就是这个现货交易，这一块是个重头啊。后面呢，我会单独，甚至可能单独出很多期吧，来去把现货交易给大家讲明白、讲透啊，怎么样去做好这个交易啊。那今天呢，我就入门课来说，我就简单来讲一讲啊。那首先，现货交易呢，它是支持你去在现货市场里面啊去买卖加密货币的啊。那以这张图为例啊，我们可以看见在各个交易板块下啊，能够去切换相应的交易对。那这个交易对的构成呢，我讲解一下。这个讲解呢，对你以后会有一些认知上的帮助啊。就目前现货市场的交易对来看啊，它的一个组成是由 Base 和 Coat 币种进行组成的。那以 BTC-USDT 这个交易对为例哈，BTC 它就是你在这一个现货市场里面交易的标的物啊。那 USDT 呢，就是针对这个标的物进行计价和结算的币种。那比方说啊，这个比特币目前的现价是11万，这个11万的单位呢，其实就是 USDT 啊。
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能够看到相应的交易板块。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交易板块里面有 K 线啊，有一些交易数据的统计，有订单簿啊，还有一些成交记录，以及呢，我们自己要下单的话，有自己的下单区域和下单的历史记录啊。那这一块呢，如果要展开，可能要讲很多哈。这个后面我会单独出视频来讲，比方说 K 线啊，我觉得可以出好多期视频来讲啊。从蜡烛图啊到每个技术指标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关注 KK 的频道啊，KK 之后来讲。好，那除此以外，作为普通用户啊，我们除了要看得明白 K 线啊，去解析得了市场行情以外，我们自己在下单的时候啊，关于如何做好交易这件事情啊，也有一些交易规则是需要去注意到的啊，包括一些订单的类型，比方限价单、市价单啊，这里我就今天不再展开。但我们日常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主要还是以限价单为主，你可以去设定一个你想要的加密货币的价格去进行买入或者是卖出啊，这样子呢也算完成了基本操作。那除此以外呢，像是一些交易风控层面的止盈止损啊、订单的限额，这个之后呢我会来具体展开来讲啊。那就现货交易而言呢，目前来说它只支持做多。那关于后续呢，怎样去搭建这个交易系统？现货交易本身是一个产品，那我们的目的其实是想要在基于这个产品，基于这个现货市场去进行牟利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需要一套自己的交易系统的，它可能是手操的，或者是一套自动化的系统，但它本身会具备一些我们怎样做好交易系统的一些维度啊。这些维度呢，从选择标的开始，到入场条件，到出场条件，以及后续的仓位管理、风控层面的这个体系呢也比较多哈。这个后续呢 KK 也会单独来讲。然后现货交易基本上就讲到这里了。那接下来呢，是一些基于现货交易基础上提供的一些现货交易工具。比方说这个交易机器人啊，它其实就是一个量化工具。如果有一些朋友啊，平常在炒股啊，你可能会做一些网格这类的策略。那在目前币圈的交易所呢，基本上像交易机器人这一个业务都已经比较成熟了，它能够支持你自动的去设定网格的一些参数啊。如果你存在现货网格套利的需求啊，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自行去体验一下，设定这个网格启动的最低价和最高价啊，来进行网格套利啊。那除此以外呢，还有像合约的网格也可以进行，不过呢，这个风险会更大一些啊。那第二个就是跟单产品啊。那在币圈里面呢，大家都想要挣钱啊，有的人挣得多，有的人雷声大雨点小啊，有的人是真的有实力，所以的话会有一些 KOL 去带单啊，你就可以跟着他进行操作，跟着 KOL 一起玩啊。但这个呢，我是没有跟着人家玩过啊，所以我不太好评价这个水有多深啊，盈利状况是怎样的。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大家按需要自己去体验啊。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在现货市场里面是只支持用户进行做多，也就意味着你预期币价会进行上涨，那你会采用低买高卖的一个策略进行牟利。那如果你确实存在想要做空，意味着你预期这个币价会进一步的下跌，你想要进行高抛低吸的一个策略进行牟利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到杠杆交易这个产品。那杠杆交易是怎样实现你进行做空呢？这里我还是简单讲解一下里面的原理哈。那假如你存在一个做空的诉求啊，你认为这个币价在未来会进一步的下跌啊，那这个时候呢，你需要拿着你手里的钱进行保证金的一个质押，从而去介入相应的标的币种啊。那比方说你觉得比特币未来价格会跌，那你就可以去介入比特币啊。那你在比特币目前所处的价位，比方说处在一个高价位的时候，你可以先把它进行卖出啊。那之后比特币的币价如你预期所料的，它进一步下跌了，那等它下跌以后，你就可以用低价再把这个比特币买回来进行还款。只要你做空做的方向是做对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赚取这个价差利润。那这里面的杠杆倍数呢，其实就取决于你借的标的币种的数量有多少啊。你借的越多，你开的杠杆就越大嘛啊。当然它也不能无限借，会有一个上限啊。那相对的呢，做多其实就是一个反向操作。那你介入的币种，比方说你可以借优嘛啊，然后在这个标的物处在一个低价位的时候进行买入啊，后面呢它价格涨起来你再卖掉，再把这个优的欠款给它还了啊，这个时候呢你也能够去赚取到杠杆带来的这个利息收益啊。好，
然后杠杆交易的基本操作大概是这样。那在目前交易所里面，关于杠杆的玩法啊，它有2种。一种呢是全仓杠杆，第二种的话就是逐仓杠杆。它们有什么区别呢？啊，主要是在这个保证金的计算范围内会有一些区别啊。那以全仓杠杆来说呢，它是以你当前账户里所有的资金都作为你仓位的共同保证金啊。那这些资金呢就会共同承担一个你账户假如未来有强平风险的话，那这个所有的保证金就一起承担这个强平风险啊。那逐仓杠杆来说呢，它就是每个仓位的保证金是单独隔离的，互不影响。那你报仓呢，也只报你当前这个仓位啊，意味着它只承担你当前仓位的强平风险啊，是这个样子。那针对普通用户来说呢，基本上都玩的是全仓杠杆，这样子不太容易爆仓。如果是玩杠杆玩的比较溜的用户啊，这个时候可以使用逐仓杠杆，因为它的风险确实会大很多啊。好，然后基本上呢，刚刚我就已经把杠杆交易的一些基本原理和目前的一些玩法已经讲过了哈。那就实际看来呢，目前玩现货市场里面玩杠杆的用户，他没有合约用户多啊，因为合约呢，它既支持你做多，也支持你做空，而且呢，它很方便，不用借来借去还款之类的，就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一下合约交易。那合约交易呢，其实就等同于我们传统金融市场里面的期货交易啊。那在现在交易所内的一个应用，它其实是对过去借鉴而来的这个合约交易进行了一些变种。今天呢，因为是入门课，我们就简单讲一下合约的概念啊，简单介绍一下它的相关类型。那这个板块呢也是非常的大啊，后续的话我也会专门做几期视频来把合约交易里面的相关的交易规则啊，怎么样去做好合约交易，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什么是合约交易呢？它意味着你就是在不持有现货，相对的呢，你持有的是未来某一个时间的价格协议啊。在这个基础之上，它应用了保证金的机制，支持你去开100倍的杠杆来进行做多或者是做空啊。那以 BTC USDT 这个合约为例啊，假如我看涨 BTC 啊，那这个时候呢，我可以直接在合约市场里面进行合约的开仓。那我手里有100U啊，我想要去开20倍的杠杆，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开一个多仓，开仓的价格这个时候是10万 USDT。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呢，我的保证金就是100U啊，相应的仓位价值就是100U乘上20倍杠杆啊，等于2000U。那我的开仓数量呢，就等于我的仓位价值除掉我的开仓价格啊，对应的就是比特币的数量0.02个比特币啊，是我开的仓位的数量。那后来假如我做的方向我做对了啊，从开仓价格的10万，后来呢，比特币的价格上升到了11万，我进行了合约的平仓，那这个时候呢，我的收益也就等于我的开仓数量0.02个 BTC 啊，我做对了1万的价差啊，那这个时候呢，我的收益啊也就获得了200U 的这样的一个收益。那以这个20倍杠杆为例呢，我们可以看到，你只要有100U 的保证金啊，你就可以撬动原始2000U 的一个仓位价值。最终呢，以这个仓位价值，如果你获胜了啊，你就以这个仓位价值去获取相应的利差。那第二个20倍杠杆，它同时也意味着风险，只要你的币价反向波动5%。你就触发了强平线了啊，你的仓位呢就会被强制平仓啊，你的保证金也会被收走。所以的话，这个杠杆啊也是一把双刃剑啊，它既能够给你带来高倍的收益，也能够带来给你同等倍数的风险。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呢，杠杆的倍数不要开太大，一般不超过5倍杠杆吧啊。我平常做杠杆的话，一般也就做个最多3倍啊，这是我能够接受的上限了。好，这个是合约交易。那合约的类型呢，根据不同的维度划分，它有不同的区别啊。这里面我们第一个按交割时间来分，就目前合约市场里面的合约啊，可以分为永续合约和交割合约。那就期货的这个角度来说啊，在完全借鉴期货的这个基础之上，过去衍生而来的是交割合约。这个交割合约呢，它指的就是会有一个指定的时间进行结算啊，到了这个时间就会给你清算你的这个合约的价值。那比方说在交易市场里面，你看到的像是 BTC USDT 后面跟了一个
日期啊，比方说25年9月26号这一类呢，其实都是交割合约啊。这类的交割合约呢，就比较适合你去做一些套利，或者是做一些风险对冲啊。好，第二个呢就是永续合约，它相对于交割合约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就在于它是没有到期日的，你想什么时候平仓你就什么时候平仓，平仓的那一刻来进行结算啊，它就比较适合用户去做一些短线啊。比方说出现一些单边行情的时候，你快速跟随着这个行情做趋势交易，那你就可以做一些短线啊，同时呢带上杠杆一起来玩啊，就还是很刺激。好，然后这是永续合约啊。那接下来呢，除了按交割时间维度进行划分以外，还可以按报价的币种不同来进行合约的划分。一个是 U 本位合约，第二个就是 B 本位合约。那 U 本位合约呢，就是我们平常比较常用的一种合约类型，它指的就是以 UST 作为计价和结算的币种。那第二个呢 ，B 本位合约，它指的是以标的币种作为计价、结算和保证金的币种，它的收益呢就会包含两块，一块就是以刚刚例子当中呈现的仓位的收益为一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你的标的币种作为保证金本身 B 本位的这个价格波动带来的收益啊。那所以的话 ，B 本位合约它是同时会承担两种风险，风险相较于 U 本位合约来说是更大的。那为什么会有 B 本位合约呢？因为最开始啊，就是炒币的用户、玩合约的用户以老外居多啊。那老外呢更习惯这种方式，也就是以 BTC 作为计价和结算币种的，所以的话，这种方式也后来一直延续了下来。那接下来呢，就是合约的交易机制。从对于用户的玩法上来说呢，其实跟现货差不多，只不过合约呢它是交易的协议啊，不持有现货，所以的话，你开仓或者平仓，它都不会对你的现货的持仓带来什么变化，你只是赚取的合约开平仓带来的一个收益结算结果啊。那这里面呢，有一点我要提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价格机制上面，它跟现货比起来会有一些不同啊。那在合约交易里面呢，它涉及到几个价格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指数价格，这个指数价格指的就是币圈里啊多家主流的中心化交易所里面对应的交易对的加权的平均价格啊。那这个指数价格能拿来干嘛呢？它是构成合约市场里面合约的价格的基础啊。那它是为了让交易所内对应的交易对的价格去锚定现货市场的价格而产生的。那因为许多家交易所的交易对的加权平均价格更具备公允性啊，它不会因为一个交易所倒闭了，你这个价格就失真了。所以的话呢，就通过这个指数价格的引入啊，是为了帮助合约的价格形成去做一个铺垫啊。作用呢就是去帮助锚定现货市场的价格啊。那在有了这个指数价格以后啊，那在合约市场里面我们会提到一个价格叫标记价格。这个标记价格呢，指的就是用来去计算你开仓以后啊，来去计算你浮盈浮亏的一个公允价格，以及触发强平线的一个价格啊。那由于这个标记价格它其实锚定的是对应交易对现货市场的价格，此外我们合约的交易市场里面也会有这个多头和空头的这个博弈啊，它必然呢有的时候多头多一点啊，或者是空头多一点，就会导致这个价格因为市场供需的原因会偏离现货市场的价格。那因此呢，在这个标记价格的基础之上，引申出来了合约市场里面的一种机制，叫做资金费率的机制。它指的就是当标记价格过高啊，比方说高于现货的市场价格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多头就会向空头去支付一定的资金费率，来使价格进一步的锚定现货市场的价格。那反之也可以推理出来，比方说你的标记价格过低了啊，低于现货的市场价格，那这个时候空头就要向多头多付点钱，让你的价格进一步的去锚定现货市场。基于这个资金费率的这个机制啊，其实呢我们有一些玩法，比方说资金费率的套利也是可以做的。比方说啊，我可以在这个交易所内去在现货市场买入 BTC， 同时呢我去开空合约，那我可以开一个比方说杠杆1到2倍的合约啊。假如资金费率持续为正，也就意味着多头占优势。那后续呢，每8个小时我其实就会自动获得一个资金费率的一个收益。为什么是每8个小时哈？因为呢，资金费率是每8个小时去结算一次，
每8个小时看一下这个标记价格距离现货市场价格的偏离程度，来进行资金费率的结算。好，那接下来就是讲了标记价格啊，下面就是一些开仓价格、平仓价格和未实现盈亏啊，这些价格就比较简单啊，我就刚刚在举的这个例子里面其实已经提到了。比方说以刚刚的这个100U 啊20倍杠杆开 BTC USDT 合约多仓为例哈，那开仓的价格呢就10万，平仓价格呢指的就是你平仓的那一刻的价格啊，平仓价格。那未实现盈亏呢，其实就是基于你在开仓的这个过程期间啊，你根据市场的这个公允价、标记价格啊，比方说你浮盈了多少钱，浮亏了多少钱，就是以这个标记价格为依据啊，来去算你的这个未实现盈亏，就是你的浮盈浮亏。好，然后基本上呢，合约这一块啊，讲到目前呢，就讲了一个大概了啊。那这是我们在合约入门期间是需要去掌握的一些概念啊。一些机制和玩法，那后续呢，关于合约交易，我也会出一些实操教学啊，到时候呢，可以进一步的给大家补充这一块的实操相关的一些补充。OK， 那最后一块呢，就是期权交易啊，这块的话呢，相对来说适用的用户的范围会更少一点啊，因为它比较难啊。这块呢，我们作为入门阶段就暂时不用管了。最后呢，我对这个刚刚介绍到的链上和中心化交易所里面的一些玩法做了一个总结。那首先呢，我们来看链上。那以链上的这个情况来说，除了刚刚提到的打新这种玩法以外啊，我们还可以去薅空头啊。什么是空头呢？在链上是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当项目方为了去鼓励你持有它新发行的这个代币，那既然是鼓励，它肯定会给你提供一些奖励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种奖励叫做空投，它会给你的钱包地址去发放一定的代币的奖励啊。那在目前的业内呢，也是有专门薅空投的这种公司啊业态存在的。那这个是链上的一些情况。第二个呢，就是交易所啊，交易所我们按板块来说，第一个呢就是法币的出入金。在法币出入金业务里面，特别是 C2C 这个板块，那里面是存在广告商这个角色的。广告商意味着它可以去发布购买或者是出售加密货币的广告，那它呢作为中介来去挣取这个买卖的价差，这是一种玩法。那第二个呢，是在现货市场里面，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可以做多去低买高卖去赚取这个利差以外啊，那还有一种玩法呢叫三角套利啊。以我举的这个例子为例啊，比方说有 BTC 杠 USDT、以太坊杠 USDT， 再来呢以太坊杠 BTC 这个3个交易对。假如你对这3个交易对的价格进行监控啊，只要这3个交易对的环状乘积大于1，再加上你的手续费成本，那么它就是存在套利空间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执行三角套利。那现在呢，其实会有一些机构啊，去监控各个交易所的价格来去做三角套利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自己钻研一下啊。好，那除了这个交易所内的这个交易对进行三角套利以外啊，在交易所间也可以进行套利。那因为我们不同的交易所内对应的像现货市场啊，它的这个市场的供需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因为市场供需的不同，交易所间会有一些偏差。那这个时候呢，它也是一个套利空间啊。那OK， 这也是一种玩法啊。那第3个呢，就是空头，也是一样的，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哈，刚刚已经聊过了。然后接下来呢是杠杆和合约的这个板块啊。那基于杠杆和合约的这2个业务本身来说呢，我们本身啊是在追逐这个标的物的一个利差。那除此以外呢，因为杠杆的这个概念的融入啊，它就可以去放大你的利差啊。像币本位合约呢，它甚至在利差被杠杆放大的这个基础之上，还能够去给你这个基于你币本位保证金的这个币价波动，再给你带来一波啊币价波动的利差收益。那这个也是杠杆和合约的一些玩法啊。那最后呢，就是理财啊，你有一些闲置资金，你就可以拿去放贷啊，让这个资金流动起来，给你带来价值。OK， 那基本上呢，第2个板块我们关于币圈入门的要掌握的这个知识点啊，就讲完了啊。那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常用的工具。这个工具呢分为几个部分哈。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想要去进入币圈啊，比方说关注币圈的资讯进行炒币的话，那你首先要具备科学上网的条件啊，你需要翻墙去关注到一些国外的资讯啊，
比方说啊，这个马斯克的或者是川普的啊，他们的一些意见，其实都会对加密货币的市场的行情产生一些影响啊。好，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常用软件啊，比方说这个交易所，这个呢可以围观朋友圈啊。那除此以外呢，我们常用的一些软件，还有像是谷歌的 2FA 的验证器啊，这个呢也是要翻墙去下载到啊，主要是用于一些账户的安全验证啊。那除此以外呢，日常的一些社群交流啊，我们可以下载一个电报 Telegram， 把它装起，里面呢就有你的这个币圈的同道中人。那之后呢，是一些加密货币的数据平台，比方说像是 CoinGecko、CMC 啊这一类的，在这些平台上呢，你就可以看到像是交易所的排名、加密货币的排名啊，然后最新的市场资讯其实都能够在这个数据平台里面去看到啊。那除此以外呢，关于币圈，它的行情也会受到很多消息面的影响，那你也要关注一些资讯平台，比方说中文的像是有金色财经啊、链得嘚之类的。好，那基本上呢，我们一整个关于币圈入门要掌握的内容啊，就已经介绍完了。那关于这一个脑图的完整版，想要去获取资料的朋友们，可以围观 KK 的朋友圈啊，进行领取。朋友圈的方式啊 ，KK 放在视频的上方了。OK，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看，拜拜。